各位午安。很高兴一天可以跟您见面2次啊。我也是。院长，您之前在答询其他委员的答复的时候，曾经表示过哈，台股上2万点哈，非常值得高兴哈。3月8号，您的脸书呢也很科学的用数字表示，从105年到现在，台湾股市的涨幅142%哈，代表台湾的经济呢稳健的发展哈。我这边有一个产业类别的营运现况哈，想请教一下，这个营运金额哈，10年成长163%哈。说实话，真的是很高哈！105年来，台股涨幅142%还要更高哈。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一个幸福企业，给他喊一声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这是打诈的企业啦，非常好。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把打诈的工作做好。确实真的很遗憾啦。112年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那一年哦。阻挡的这个诈骗的金额，还有从这个诈骗集团取回来的这个钱，大概有140几亿。谢谢。但是黑数很多都还没算进去哈。媒体也报道像0.9% 的 GDP 哈，都赔在里面了哈。我相信呢，整体来讲，我们大家都很遗憾了哈。这并不是什么企业或产业的营运成果，这是诈骗集团每一年造成人民血汗钱的损失哦，也是诈骗集团的营收哈。10年来从33.8亿增加到88.8亿哈。如果以111年的100大企业营收排名来讲，居然可以排到台湾100大企业当中哈。我想哈，请教一下哈，就是院长哈，台湾的诈骗案件数哈，诈骗案件数逐年攀升了哈。从110年的24000多件暴增到112年将近38000件哈，增幅高达54%哈。您就任以来自诩为温暖内阁哈，但民众看到这件事哈，真的是不会感到温暖哈，可能只会愤怒或伤心。这些资料来自警政署，还不包含没有报案的数量哈。院长曾经表示哈，打诈需要继续加强，但是已经有蛮多成果，这是您所说的话。但实际浏览行政院的网站，罗列各种打诈数据哈，打诈成效的部分还提到，国际诈骗电话部分从112年的5080万通下降到1503万通，其中886开头的国际来话数量自最高112年的1600万通持续下降到84万通。我们先不管886明明就是台湾的号码，为什么会变成国际来话？我们先不管这些，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是官腔冷冰冰的数字。民众打开手机，依然收到一堆诈骗简讯，丝毫感受不到生活有任何的改变。难道这就是温暖内阁想传递的暖意吗？还是寒意哈？我想对民众来说，每天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跟简讯，真的变成我们的新日常哈。我想哈，名副其实的温暖内阁必须苦民所苦，以民众为出发点哈。我想真的是真心请教院长哈，您认为诈骗受害者为什么会被骗？我想这里面有2个原因，然后那我们现在要防诈有4个部分要努力嘛，一个就是识诈，第2个呢就是堵诈，第3个就是为什么民众会被骗？我想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有凡尘出新嘛，然后那个民众呢本身的警觉不够。好，很好。我想院长，第一我们真的是要有同理心啦，警觉不够，可能人民辨别不出来，这真的是不是人民的问题啦。同时呢，诈骗集团的方案推陈出新，我们的法令跟打诈的方法当然要比它更新啦。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您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民众为什么被骗，我这里有个案件想要请您实际确认一下，哪个是假的？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？哪个是假的？我们来看一下声音麻烦一下，谢谢。产生的行政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。好，我们重新看一次行政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这段影片是用 AI 产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我真的不存在，每一段话都是电脑生成的。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，现在这段影片是我亲自录制的，透过录影来跟大家确认，每一段话都是我亲自说的，绝对不是 AI 生成的诈骗影片。请教院长。我觉得右边的好像比较像真的。好，谢谢很抱歉，2个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
院长，我想哈，民众之所以会被诈骗，真正的原因，签号骗我嘛？真正我说哪个是假的啊？哦，我没有说哪一个啊，哈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想要说的就是，民众真的很难分辨，很难接受。院长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，都要看得这么仔细，都没有办法完全分辨，还要说民众没办法分辨，是民众的问题，那民众就都不要分辨好了。你这诈骗的问题啊，你就是诈骗呢。所以就是诈骗集团的问题跟民众的问题，我们都没有做错事吗？诈骗者啊！我们认为民众之所以被诈骗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啦。所以诈骗集团的这些案件暴风式的成长，简讯的网址我看到了，我们可能连专家都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是诈骗网址啊。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政府的帮忙哈。所以呢，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是怎么来帮忙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 NCC 的 YouTube 账号3个礼拜前最新上传的2个影片。我们政府防诈的做法就是建议民众 iOS 的系统用户关闭 iMessage。Android 的用户关闭 RCS， 难道这就是用数位科技打诈的做法吗？还是最有感的内阁吗？我们让人民感觉什么？感觉很差了哈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人民感受很差，好不好哈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这2种通讯服务根据调查，我是真的想要来交流。我相信唐凤部长也很清楚哦。根据调查，2021年 iMessage 在全球有13亿活跃用户。每秒发送超过每秒发送20万条讯息，并且在 COVID-19 大流行期间使用率增加了30%。另外的 RCS 的服务，根据统计，2023年全球用户突破10亿，而民众关闭这2种通讯服务，不是在主诈，而是在阻隔世界，等同于让台湾变成一座讯息孤岛。由此可见，政府处理事情的逻辑。到底是不是都是这样哈？发生食安问题就扯到国人爱吃辣，难以禁止辣椒粉进口，就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。诈骗集团广发简讯，就是要求大家关闭 iMessage、RCS， 所谓的防诈5步骤，要求民众不听、不接、不点、不传、不信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民众真的是很伤心、很难过、很寒冷啊！最好考虑是不是干脆不要用手机，到时候又说我们民众爱用手机、爱上网哈。所以我想，真的是要接地气，站在民众的角度设想，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加强？鲍委员，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我们提醒民众这边也是提升他的防诈意识哈。鲍委员跟在整个我们科技的使用上，的确也有数位落差的这个情况。有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，如果不常用像 iMessage 或 RCS 这种功能的，我们会建议他把它关闭了，并不是说不要去用这个所谓的功能，而是说尽量减少接触，比较减少被骗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打断哈，刚好我也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，希望未来还能跟您持续交流哈。我想接下来刚好唐凤部长也在这里了哈，我想资通要安心呐哈，资通安全也很重要哈。依据现行的治安法，公务机关或特定非公务机关发生治安事件的时候，要进行通报。治安事件分成4级，最轻为第1级，最严重是第4级。想请教一下院长，去年一整年，公务机关或特定非公务机关共发生了几件最严重的，也就是第4级的治安事件？应该没有第4级的事件了。好，很好。目前千钧一发，还好没有0件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，光第3级的案件就有63件，占总通报件数将近6%。到第4级已经是动摇国本了哈，幸好还没有哈。但是呢，我们想要来看一下哈，以近年来教育部发生火烧机房的事件为例哈，该案被界定为3级治安事件，距离动摇国本真的只有1步之遥哈。但是事情发生以后教育部却连火灾原因都没有积极了解，直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了，教育部才开始牵办，并且急忙在我咨询以后发文台北市消防局确认火灾原因。我们今天已经3月19号了，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起火的原因跟调查的结果实地考察火灾现场，起火点距离 UPS 不断电系统非常接近，1墙之隔，全部都是电池在那个墙上，如果再延烧下去，很可能不只是火灾，甚至会引发爆炸，连主机都可能会炸掉这个过去在2013年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是企业发生这样的事这一次真的是抱持侥幸心态，态度松散了
我们还看到很多的企业都还会被入侵，公务机关还有这种火灾的问题。请教院长，政府是不是有统计追踪去年1年台湾共发生多少件企业遭骇客入侵的治安事件？这个统计是。跟委员报告，我们这个如果是以我们公部门的来计算的话，以及 TW3CC 的来计算的话，以我目前掌握，应该是大概上1000件左右。好，谢谢。我想数位部的回答很好，希望提供相关资料，而且要跨部会的来分享哈。我可以告诉院长，我们询问过警政署，也过去啊，我们也在这几天哈发文询问数位部哈。答案都是没有相关统计，结果部长知道的可能比数位部还多哈。事实上呢，上柜公司依据现行法规，必要的时候是要发布重大讯息的，所以显然政府没有掌握哈，对相关企业被害的状况没有掌握，如何进一步带领企业来强化治安呢？哈，分配治安预算的时候哈，大家都负责治安，人人都有份哈。发生企业被害、发生重大治安事件的时候，人人都踢皮球，人人都无关，都说不属于我的权责范围哈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4个单位的业务执掌了哈，请院长告诉我们哪一个是行政院治安汇报的业务执掌项目？应该都有。这个是不是比打诈的分辨还难分辨啊？没错哈，我相信真的很难，因为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一堆的单位在做哈。要解决治安问题，真的不是靠成立一堆组织啊哈，也要有健全的法规制度，才能够让政府单位、民间有规则可循啊。数位部111年8月27号成立到现在，已经超过了1年半，但是翻开我们现在的资通安全管理法，主管机关还是写着行政院。数位部在治安管理上到底有没有能力扮演角色？我相信部长很有心呐哈。我就替部长来请问院长哈，资通安全管理法目前已经送到行政院，院长是不是可以承诺，在520以前将这部法案送到立法院来审查？我们相信你们是暖心内阁，你们也不是看守内阁，你们是看守人民的钱包，看守人民的幸福感，可不可以在520以前送进来？这要看我们在行政院审议的这个状况哦。那目前还在审议的过程，因为详细我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每分每秒都有骇客在入侵，每分每秒都有像刚刚这样分辨不清的影片，每1秒有20万则的 iMessage，520以前可不可以送进来？这个要看审议的程度的进度。如果会后我可以跟你报告审议的状况怎么样，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任何的信息，因为我根本不晓得审议的进度是怎么样。我想啊，真的是今天很谢谢有这样的机会哦。那打诈、防诈真的是全民课题，虽然说全球都有这样子的困扰跟趋势，而且更严重。这个是不是要提出一些范例出来？我不知道新加坡，我们台湾0.9% 的 GDP 被骗走了，日本是0.3%，新加坡更严重。我们是要跟最严重的比吗，院长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是不是？但是你在讲全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么优秀的部长、全世界的主管机关，我们有这么多的治安的防范，我要不要倒回去刚刚那些投影片看？我们要不要去了解全世界的状况，跟人家学习，一起讨论？台湾是不是科技之岛？是，但是还是有学习的地方。我们有晶片的时候，我们就说 TSMC 好棒棒，我们就说我们的人才很棒。那等到遇到防诈、打诈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哦，我们跟最烂的比起来好一点啊，这样是我们的态度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很重要的，国际上在打诈的这些问题上，都面临到很大的考验。我们数位很强，科技很强，院长，我们一起努力来做全球打诈防诈领头羊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我想对于打诈，希望的抹黑。好，我们不要抹黑，我们都是事实啊。对于打击诈骗啦，希望行政院可以更接地气，更有同理心。同理心真的非常重要。人民的心是肉做的，院长的心也是肉做的，我们都心心相连。我们希望有同理心来解决接地气，解决这个问题。主诈的责任真的不在民众，防诈不力真的不在于诈骗集团太强。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的唐凤部长是天才部长啊！我们一定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不要只是呼吁民众不听、不接、不点、不传、不信，
而是应该依据普遍的实际情况，运用科技数位的量能来帮助民众了解有什么方法可以辨别真假。在治安的议题上，政府面向、产业面向，我们都要一起来应应，一起来协助。最后呼吁院长陈院长，拜托5月0以前尽快把《资通安全管理法》送到立法院，我们在这里等您无论是否为看守内阁国家重要政策，还是应该要积极推动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葛竹君。